1.75米的美国大兵被越南人拎着头发蜷缩前行，大兵为保住性命不敢反抗，因为在1966年越南战争正值高潮，和越南人打交道认怂是唯一活命的方法。就在几天前，飞行员迪尔接到任务，驾驶着攻击机轰炸北越军队的补给物资。然而不幸的是，他的飞机被北越军队的防空兵击落，幸免于难的迪尔虽然在丛林中逃命，可最终还是被熟悉地形的越南人俘虏。被俘的他一路上努力保持微笑，给每个村民打招呼，让自己显得友善乖巧无害，但对于和美国老友血海深仇的越南人而言，显得有些苍白无力。越南人命令他坐下，他假装若无其事的乖乖坐下，接着越南人将他四肢捆绑起来。迪尔为了缓解眼前的尴尬，声称自己要上大号来换取那么一丁点的民主自由，可是不管他如何的掩饰，都是在自取其辱罢了。没人听得懂他说的是什么。10几个小时过后，他终于拉在了自己的裤子上。随后越南人又将他带到丛林中。越南人那古老的取火方式引起了迪尔的好奇，但此时一架搜救迪尔的 UH-1直升机从他们的头顶扑来，越南人急忙寻找掩护。事后他们认为是迪尔引来的直升机，于是将他绑到树上，对着他开枪。子弹并没有打中他，越南人只是想吓吓他而已。但受不了的迪尔却破口大骂起来。越南人走上前，对着他耳边开了一枪，直接给他的耳朵震聋，几分钟都没有缓过来。接着他们又将迪尔的脚绑起来，让牛拖着跑。一旁的越南人还把泥土踢到他脸上。迪尔在地上滚了很久，就这样折磨到黄昏。尽兴后的越南人把他倒挂到树上，用一个蜂窝贴住他的脸，然后转起来把他弄晕。第二天，头昏脑胀，迪尔又被越南人塞进一口井里，水刚好淹没他的口鼻。为了不被呛水，他努力地伸长脖子，让自己的面部浮在水面上。等这帮人玩腻了，就把他送到雨林里的一所破监狱。监狱里还有几个美军战俘，他们都是被游击队俘虏的飞行员。最久的一个被关了整整3年的时间。他们一个个骨瘦如柴，营养不良，精神也多多少少有些问题。看来在这里的日子并不好过。他们天天盼着战争结束，希望政府和越军谈判能换来自由。然而到现在，只有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监禁。夜晚，战俘们的手都被交叉锁住，并排躺着睡觉，不光没法翻身，脚也被固定住。而且有个肠胃不好的哥们，每天夜里都会拉裤子。另一个队友数过，他已经拉过2023次。迪尔渐渐地受不了这里的生活，他开始想办法逃狱。经过几天的观察，他觉得监狱看守薄弱，想逃并不难，但其他战俘却提醒他，真正难的是穿过雨林，雨林才是监狱，没水没食物根本活不下去。迪尔偏不信邪，他要等雨季到来逃进丛林。现在雨季还有5个月，有足够的时间慢慢计划。他都将一点点米饭偷偷含在嘴里，等回到牢房吐出后脱水储藏，藏在粪桶的隔层，只有这样守卫才不会细查。这便是他越狱成功后的逃跑物资。老挝雨林的监狱伙食太差，不光战俘整日饥肠辘辘，看守也个个骨瘦如柴。平时他们吃的是米饭，但是到了最缺食物的时候，看守会给他们拿来活的面包虫。一个士兵抱怨这不是人吃的东西，找来看守就是一顿怒骂。但看守认为这些白皮人摧毁了自己的家园，焚烧了自己的农庄和牧场，有虫子吃已经是最大的恩赐，爱吃不吃，不吃拉倒。其实众人担心的是士兵开枪射杀他们，最后只能把一只只虫子塞进嘴里。有天战俘中的老挝人听到看守聊天的内容，原来看守们太饿，都想回自己的村里。他们计划把战俘赶到雨林里开枪杀掉，假装是杀了逃犯报给上头。战俘们一听都怕得要命，现如今不逃不行。几人商量决定第二天一早就行动。好在迪尔已经计划了几个月。第二天趁着看守吃午饭的时机，他用镜子确定了外面没人，带人从竹篮溜了出去，然后跑到看守的哨所偷了他们的步枪，把枪分给了众人。随后一行人折返哨所射杀了看守。但可笑的是，面对手无寸铁的看守，竟然只有迪尔一个人冲上去开枪。有些同伴没有出现，他们怕死不敢正面开战。最后迪尔放过了那个友善的侏儒看守，一边高声叫骂叛徒们，一边拿走需要的物资。刚刚逃脱的看守很快就会带人回来，他们不敢停留，赶紧冲进雨林。在雨林里，他们碰见了叛徒同伴，迪尔狠狠骂了他们。对于迪尔的辱骂，为首的那个人只是傻笑，眼里充满了不屑和烦躁。事已至此，迪尔决定分道扬镳。一番波折之后，迪尔和一个跟随他的俘虏来到先前被他轰炸的据点。在他们休息时，2架飞机突然掠过，迪尔大声呼喊，希望直升机发现他，但直升机没有停下。他学着钻木取火，点燃废弃的据点，希望吸引飞机的注意力，但等来的却是直升机的扫射。幸亏他反应及时，躲过一劫。无奈2人只得继续逃跑。走进雨林，真正的越狱才开始。好在雨季已经到来，遇到暴雨他们就张嘴喝雨水，算是解决了水的问题。之前藏在粪桶里的脱水米饭也派上用场，能够解决一下伙食。走了几天，他们找到一条河，做了个木筏顺流而下，想着能飘到湄公河，但没飘多远就碰上了瀑布。他们费尽全力才侥幸逃生，仅存的物资也没了。逃跑的美国大兵身上沾满了水蛭，虽然他们饿得发慌，但水蛭不能生吃，入腹难死，久则生子，更不用说其体内无数寄生虫。他们在雨季的雨林中睡觉，只能用大叶子盖着遮雨。有时碰见打鱼的老挝农民，他们也不敢上前搭讪，只得等渔民走后，沿河边找找有没有遗留下来的生活垃圾。河边的一只破鞋让迪尔如获至宝，
两人达成共识，一人只能穿一回。在这原始雨林中，迪尔意识到手里的65式突击步枪和 SKS 根本无用，枪声只会引来更多的越军。他们再次步履踉跄地走了几天，来到了一个被战火摧毁的村庄，这里是他们这段时间内最好的休息地。同伴走不动，他想自己留下来在这里等死，迪尔肯定不愿意。他努力地向同伴描述着获救后的美好生活。这时突然有美军直升机经过，迪尔疯狂大呼，但直升机依旧没有停下。他钻木取火，把木屋点燃，再次对着出现的直升机呼喊。然而不幸的是，他们被对方开枪扫射，他差点命丧在同胞手里。说来这一幕实在令人讽刺，两人心灰意冷，陷入绝望。最后他们饿得受不了，来到有生活痕迹的地方。他们见到一个小孩，直接跪下，用祈求的眼神希望能施舍一点食物。没想到一下引来了其他村民，村民们恨极了他们，一个个破口大骂。其中一个愤怒的农民用镰刀混乱的挥舞下，砍掉同伴的头。看到这一幕的迪尔吓得精神失常，朝着农民疯狂砍去，这也把村民们吓得纷纷逃跑。迪尔不敢逗留，抛下同伴尸体，独自一人躲回密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引起了一架侦察机的注意，得到军方的救援，成功离开了那片绿色地狱。你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吗？当然没有，他不过是从一个地狱逃到了另一个地狱。1.75米的迪尔在雨林中逃亡23天，被救回时只有88斤。回来后的他被中情局拦截，对方不断审问，逼他说出敌军的基地位置，还计划要把他长期扣留。好在他的战友及时出现，趁中情局不注意，用一个蛋糕车把迪尔偷偷运了出去。第二次越狱，他逃离的是自己人。迪尔退伍后成了一个民航飞行员。更传奇的是，他在民航公司试飞时遭遇过4次坠机事故，每次都死里逃生。有些人似乎被上天眷顾一般，但战争是丑陋和残酷的，像迪尔这样的幸运儿寥寥无几。